光耀哥，我谭司令都告诉我了，我知道，比起跟你受的伤害来讲，道歉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安琪。光耀哥，你父亲做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句对不起不应该由你来说。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很高兴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好值得所有人的仰慕和喜欢，能被你当作妹妹一样疼爱，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。谢谢你。你爱他，对吗？那我祝福你。我要回悦城了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总不能让我白等这10年吧？以后，我还是你的光耀哥哥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谢谢。再见，婉琪。放心吧。没事吧？那边有人盯着，我们离开这儿。但我们去哪儿啊？现在，这些探子肯定会把我们的位置报给徐伯爵。闵大城藏身的地方有危险，我们得转移他。走吧。兄弟们，今天都给我好好玩玩，吃喝都算我的，啊！但是有一样啊，不能给我瞎搞。谢司令，
走，抬上去。我操，没来过。督军，盯着谭玄林的人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探子说，少帅晚上去司令部见了谭玄林，又和谭玄林去了城郊外的一处民房，在里面待了1个多时辰才出来。他去民房干什么？探子在那儿盯了好几天，说民团把整个民房都给包围了，根本进不去。听附近的村民说，里面好像关着什么犯人，来的时候戴着头罩，根本看不到脸。闵大成的尸体核查过了吗？当时我去的时候，谭玄林已经把闵大成的尸体处理掉了，我只看到了枪决的通知书。谭玄林现在在哪儿？他从民房出来之后，就带着少帅去见了穆小姐一面，又带着穆小姐回到了那处民房，待了一小会儿，然后又和穆小姐去了百乐门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谭玄林带着光耀去民房，难道闵大成他现在没死？如果闵大成要是没死，那可就糟了。哎，你派人去查那间民房。是。来吧，婉清，我们喝一杯。别紧张，有你男人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不理我。你又不正经。都准备好了。来吧，我的穆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怎么不早告诉我要跳舞啊？现在说也不迟啊，来。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，那你怎么会跳舞啊？唉，这也是没办法呀。这几年不光要打仗，还要搞交际，就陪那些阔太太们跳跳舞、打打牌什么的，很辛苦的。歪门邪道，怪不得你那么油嘴滑舌。我骗你的，你还真信？那你听好了，以后有我在呢，你不用替谁打仗，你也不要去求谁给你出钱。我和整个穆家都是你的后盾。那就是你养我了？当然啦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穆小姐
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。好。快点给老子救火！救火！快！救火！水！快点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呀！快！行了，兄弟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给我好好玩。好，走。干嘛还出这个风头啊？盯着你的人还不够？我就是想要在舞会上比徐光耀出的风头大，我就是要盖过他。以后啊，谁再提起穆家大小姐，不会再想起穆家舞会，只会想起百乐门。没想到不仅无赖，还幼稚。什么情况啊？让你亲自来查。谭司令，穆小姐，二位可真是够有雅兴的。我们刚刚接到举报，说百乐门里混进了革命党，巡捕房正在搜查。若真是属实，那可就是谭司令玩忽职守了。哟，这还没搜到证据呢，就这么快给我定罪名了？没有最好。谭司令是督军的门生，还是谨言慎行为好啊。好，谢谢副官的提醒。没搜到，都搜仔细了吗？是，都搜仔细了，连女士洗手间都搜了，没有发现闵大成。他到底把人藏哪儿了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呢。晚上除了百乐门，谭玄林哪儿都没去，难不成一个大活人就能凭空蒸发了不成？多派些人手，盯紧谭玄林身边所有的人，不要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。是。督军，如果谭玄林真的藏了闵大成，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可能跟过去的事情有关。司令，四小姐到了。松开。二哥，你叫我来干什么呀？站住！你老凶我干什么？你现在正情场得意，还有时间管我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穆姐姐还没答应跟你定亲呢。这万一你不给我好好看住呢？这有人挖墙脚，穆姐姐跟别人跑，看你怎么办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你老实交代，去理查饭店干嘛？
我还能干什么？见到裴少君了吗？没有，他早就走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二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说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一早上，我问那个姓苏的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早就回北京了，连那个徐光耀的喜酒都没喝。切！当然了，即使他不走，只要有二哥在，他这个喜酒也是喝不成的。你现在人在这儿，心都飞到北京去了吧？想不想去北京？想。白眼了。你们两个啊，把四小姐送到江城以后，别着急回来，在那儿把她给我看住了，这就是解决了司令的后顾之忧了啊。四小姐回家是读书去了，我们俩留在那里干什么呀？司令说了，你俩的任务就是寸步不离的给我盯着四小姐，知道吗？是。四小姐人小鬼大，别说你俩了，就是我这么聪明，那都在我眼皮底下跑了好几回呢。是，我们一定看好她。啊，可她要是洗澡、上厕所，我们总不能还一直盯着吧？你胡说什么你？这四小姐去厕所有一段时间了吧？有20分钟了。你这样，你找个女列车员去看一眼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四小姐，拜拜。你下来。拜拜。不是，我看你还能拿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跟司令交代？拜拜。你下来。什么？你说这小子在查3个月以来抚恤金的情况？少帅说，南方的战事呢越演越烈，他想看一看这个训练的折损度，好做准备。臭小子，敢跟他老子耍心眼儿啊！去年学生游行，老子不过是抓了几个穷学生，他一肚子不开心啊！虽然他表面上不说，但是私底下没少给老子添堵。我交代他办的事儿啊，没有一件不是敷衍了事。如今倒好，革命军还没过长江，臭小子倒开始操起闲心来了。我也很奇怪，之前少帅啊，对军务事务呢不闻不问，这次倒主动起来了。但是督军，我觉得是好事，这代表呢他开始分忧了。分忧？扯淡！我看这小子是想给老子添堵。司令，婉清小姐到了。婉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木公馆门口都被记者给堵了，谭四带了好几个兵才把我接出来。那不比上次你和徐光耀跳舞轰动多了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还嬉皮笑脸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们总算是能光明正大的出双入对了。我做梦都要笑出声了。我的谭司令，谁笑到最后，谁才是赢家。来，但是呢，想要笑到最后，就得陪我去趟北京。去北京干嘛？
你们有事儿吗？那我们就在门口，谭司令有需要随时吩咐我们。好。这2个都是徐伯君派来的吧？没错。那卷胶片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，我们家司令大人从来都是运筹帷幄。你先在这里住下，小心伤口沾到水。难道你想进屋藏娇吗？等我办完了手头的事，就送你回上海。我不回去，我好不容易从我哥眼皮子底下溜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觉得北京挺好的，我就要留在北京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你这样做会惹人非议的。我不怕，我是在这儿遇到你的，也是来这儿投奔你的，所以北京呢，就是我的福地。我哪儿都不去。谭小姐，其实你并不了解我，你这样做太莽撞了。你可以让我留在北京，慢慢了解你吗？报告。少帅，督军让你马上回督军府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长得还挺好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自恋。哎，刚刚那2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？你猜？箱子夹层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，我有这么蠢吗？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？未必你比我聪明啊。对啊，当初你拿了我的布防图，把你都赔给我了，你说谁聪明啊？那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；如果你猜错，那就得给我一个。你怎么可以让4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
哎，他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他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啊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四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君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四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她，她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君。真是亲兄妹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少帅呢？在那儿呢。少帅，谁让你拿这些报纸给少帅的啊？真没眼色！是少帅说想看看上海的报纸。拿走。你以后不要再拿这些消息烦少帅。是。走啊！少帅，没事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看的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知道他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立正。裴督军，你能亲自前来迎接，谭某倍感荣幸。谭司令，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王，难得裴幕府监军北上来京，我裴某当然要尽到地主之谊了。督军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是为了带舍妹回去。这个丫头私自跑出去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这个当哥的，真的是羞愧万分。麻烦谈不上。谭小姐性格活泼、爽快，与我老裴很是投缘。我们俩现在已是忘年交了啊！谭司令、穆小姐，督军府内早已备下薄酒，专为二位接风洗尘，请，请。裴伯父，请。你看这丫头，
二哥，行啊，马屁拍得挺响啊。这可是我未来公爹，我不得好好巴结巴结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办完，立马给我回去。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我回不回去，你说的不算。好了，去吧。你们去督军府附近盯紧唐玄龄，我去给徐副官拍电报，有事我们悦城会馆碰头。好。哎，小四，怎么没看见你那心心念念的裴少君啊？唉，你可别提了，他把裴督军给惹了，现在被关了禁闭。他都被他爹关禁闭了，你倒是在裴勋面前混得风生水起，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你还不了解你妹妹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我想讨好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年纪不大，本事不小啊。二哥，那我可没您老奸巨猾，连上海第一千金都能骗到手，厉害！嫂子，回去收拾。我告诉你，二哥，我现在可是有嫂子的人了，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让我嫂子收拾你。嫂子，我二哥怎么把你骗到手的？你不该问的别问啊！这个裴勋亲自去火车站接的谭玄林。对的，我们的人亲眼看到的，裴勋带着谭桑榆去接了谭玄林。哦，而且我们的人还打探到，他的妹妹前天住进了裴家，听说这小妮子现在追裴少君追得很紧。这个谭玄林刚拿下了穆婉清，就让自己的妹妹去贴裴少君，他是想跟裴家攀亲，想让自己上海王的位子坐得更稳。倒也是有这种可能啊。就这么一路大张旗鼓的去北京，只为了攀亲，这也不对。裴勋是代将门，不是他马匪谭家能攀得起的。你派人给我盯紧了谭玄林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。这是谭司令上任之后头一回来北京，高兴，喝酒，来，大家伙共同举杯。裴督军盛情，谭某确知不恭了。请。穆小姐，你和谭司令的事情，裴某早有耳闻，美人配英雄，可喜可贺。谢谢裴督军，我和谭司令在上海还小心翼翼，我们的关系登报以来，您是第一个祝福我们的。应该的，男女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只要你俩高兴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徐伯钧这个老贼想利用权势逼你就范，这是他理亏。我裴某人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也见不得这种棒打鸳鸯的下作手段。裴督军，既然您不愿意棒打鸳鸯，那我跟你儿子裴公子这事儿……小四，嘴闭上。哎呀，裴督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欠管教。哥，如果都有冒犯，我替她给您道歉了。哪儿的话，不足挂齿。我没冒犯，裴伯父挺喜欢我的。说的一点儿都不错。我很喜欢她，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疼。这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看我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。
裴督军，单独聊聊。好，左参谋，招呼大家喝酒啊！穆小姐，先失陪。嗯，请请。谭司令，你因为穆小姐得罪了徐伯钧，如今朝不保夕，是不是担心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了？督军，这没有退路的，又何止谭某一人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想让我重审10年前穆远航遇刺一案，扳倒徐伯钧？徐光耀已经查到了庆功宴刺客的事。您和徐伯钧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可实际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所谓先下手为强嘛。你想借我裴某的手，去除掉自己身上的威胁？这徐伯钧，不也是您最大的威胁吗？此事也并非不可为，我也早有对付徐伯钧的打算。不过，如果我真扳倒了徐伯钧，那徐家的一切要尽归我裴家军所有，包括越城督军府所管辖之内的上海。您要知道，这最重要的物证胶片是我找到的，您不记我的功劳也就罢了，再惦记上海就不太合适了吧？谭司令，物证现在我裴某人手里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没错，但是这人证物证俱全，才有翻案的胜算嘛。是，这物证是在您手里，可这人证在我手里呢。你还有人证？罗督军当年的副官闵大成还没死，就是他替徐伯钧遮掩了真相。哦，那人证在哪里？北京。当然，只要裴督军答应我谭某一个小小的条件，只要您亲自发一份委任状，明确将上海交由我全权节制，这人证啊，我双手奉上。人证既然在北京，那就好办了。你不说，我自然也搜得到。我当然相信裴督军的能力，但是您能搜到，也带不走啊。笑话，在北京城就没有我裴某人带不走的人。谭司令，你太自不量力了。那卷胶卷只能证明徐伯钧炸码头的时间提前了，却不能证明是他炸死了穆远航。一旦证据不足，您即便有能力操纵审判厅，给徐伯钧定罪，但是也不能服众啊。我怕他会反咬你一口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裴督军正在和客人谈要紧的事儿，我来给裴公子送饭。你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回去打扰了裴督军的大事，他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裴公子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可香了，你尝尝。我不饿。我们都酒过3巡了，你被关了1天禁闭，怎么可能不饿？你别跟我客气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尝尝，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，好吧？不必了，演了这么久的戏，也是难为你了。谁演戏了呀？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不就是为了替谭司令铺路吗？我去年学生游行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哥还不是上海司令呢，我铺什么路啊我？因为游行是偶遇过，所以你才决定接近我，对吗？
误会我了，我对你都是真心的。我要看书了，请你离开。我告诉你，你冤枉我了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是你错了。原谅我，但你是自由的，你不该留在这里。所以，我这个忍杖至关重要。只要您放弃上海，就有十足的胜算。这笔买卖，不亏吧？谭司令，你知不知道跟我讨价还价是什么后果啊？啊？督军，过河拆桥啊！谭司令，配合一点，交出人证，我就能带你一起过河。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。那个榆木疙瘩，回回都是我热脸贴冷屁股，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他什么。那要不和我回上海？那不行。我这个人吧，我最讲信誉了，上辈子欠的，那这辈子一定要还，不能来找。你这嘴上说是榆木疙瘩，心里还是舍不得啊。嫂子，你能不能求求我哥，让我留下吧，好吗？裴伯父，不是，您这是要带我哥去哪儿啊？裴督军，有事好商量嘛，何必动枪啊？说得好，有事好商量。但是谭司令呢，算盘早就打好了，他可压根儿没想跟我裴某人商量。裴伯父，我哥他这个人就是嘴贱，如果他说什么您不高兴，您生气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谭小姐、穆小姐，请二位移步。我们裴府从来没有对女人动手的习惯。走。你给我起开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带我哥走。我是女人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好了，小四，我是跟裴督军去办正事儿的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有正事儿聊，这么多人带枪，这不是价钱没谈拢吗？他们想强卖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小四，你哥办的是正事儿，别添乱。带走，正事带走。放心，很快回来。哥，放心，他有分寸。谭司令，你该不会是把人藏在这儿了吧？督军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想到你和领事馆还有关系，关系谈不上，朋友多罢了。你不是在蒙我吧？给。1号，谭司令来了。廖翻译，
谭司令，你的朋友已经安顿下了，一切都好。啊，麻烦廖翻译了。这位是裴督军吧？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，您亲自过来是有要务找领事先生吗？我去帮你通报一声吧。不必了，我来是陪谭司令看望朋友。是，谭司令的朋友已经安顿好了，这里很安全，请你们放心。廖翻译，是。你是怎么跟谭司令认识的？我跟谭司令啊是领事先生介绍的。这领事先生之前当过战地记者，谭司令救过他的命，所以谭司令交代给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可不敢怠慢呢。你的人缘还真不错啊！嗨，什么人缘啊？这腰杆子不硬，不敢得罪别人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说得好。好，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也能成为朋友。督军，能得到您的垂青，我求之不得。廖翻译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裴督军慢走，请。督军，你说这个谭玄林真的救过领事先生的命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们要对付的是徐伯钧，不必得罪洋人。谭玄龄想要委任状，给他便是。革命军眼看就要过长江了，我看他这个上海王也是朝不保夕。廖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这是你需要的阿司匹林的批文，我已经盖好章了，你拿走吧。阿廖上，我替前线的同志们谢谢你。感谢什么？当年我做战地记者的时候，要不是你救我的命，现在我的坟头草都很高了。你现在这口中文呢，可是越说越地道了啊！哎呀，还不是跟你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学的嘛。啊，不过听说你的部队老大省长啊，你不去前线录一首，整个军功章回来。我们共产党人不争功，我把这批药运到前线去，能多救回几个受伤的同志，这比什么军功章都有价值。嫂子，我哥不会有事儿吧？没事，你哥啊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他心里都有数，放心啊。好，谭司令。哥，我明天就让高等审判厅启动重审，并给岳城督军府发传票，传徐伯钧马上赴京，配合审查。裴督军放心，人证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今天酒喝的不尽兴，不算啊。等扳倒了徐伯钧，我们再庆功畅饮。好。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这男人不仅善变，还反复无常。二哥，你和裴督军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你们刚才还动刀动枪的，这怎么突然间就勾肩搭背了？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扑朔迷离。学着点吧，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大人的世界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别逗四小姐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办妥了，他答应事成之后不会染指上海。果然你吃准了他的心思，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不是嫂子，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懂了呀？这你们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他怎么跟你妥协了？他拿枪顶着我，就是想找到闵大成，想把利益一个人全部吞掉。那你交了吗？你傻呀！我当然不能交啊！而且我还把闵大成藏在一个他想带走都带不走的地方。
这北京还有裴督军找不着的地方？我不信。就是外国使馆。二哥，你还真是老奸巨猾。但是，我哥这么算计裴督军，这万一他以为我俩是一种人，那我在我未来公爹心目中的形象，不全让你给败坏了吗？什么公爹？事成之后赶紧给我回去，知道吗？回什么回？你嫂子，你看我哥他瞪我，哎，光老弱妇孺，我就照了3样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嫂子，你看他还瞪我，瞪，找死呢是吧？我没揍你是吧？你等着，那个死丫头！早知道她这样，我就应该把她带在身边。你不知道你刚刚不在的时候，他多担心你。他呀，就是嘴巴硬。万青，我跟你说，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俩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、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？那我可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俩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、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想要反悔吧？那我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哎，你挠我！哎，你别动，别跑！这个谭玄林，还真是没羞没臊。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因为穆婉清，他和徐家明面上的那点体面，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对付西伯君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但是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心思叵测，不是可交之人。因利而聚，利尽而散。我要用他手里的那副好牌，认认真真的胡上一把。你说，谭玄林带着裴勋去了东郊民巷的使馆区？是，而且是裴勋亲自押着姓谭的去的。不过他们在使馆门口就被挡了架，他就带着姓谭的离开了。在北京，使馆区是裴勋唯一进不去的地方，他们去那里干什么？裴勋和使馆的人说了几句话，但是我们的人离得太远，没能听清楚。谭玄林去找裴勋，肯定是憋着坏想对付我的。谭玄林这个人是走一步看3步，看似临时起意，实则是谋定而后动，所以他这一次一定是有备而来。你派人给我好好打探一下，看看谭玄林到底在搞什么猫腻。难道他把闵大成藏在了使馆里？啊，督军，使馆区连裴勋的人都进不去，咱们就这几个人，怕是……哎，这2年，我们跟苏联恢复了邦交，在边境做生意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去使馆办个签证，做个买卖，总不难办到吧？啊，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你看看这本诉状，这个案子，你们审判厅能审不能审？裴督军，此事关系重大，
完全没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审判庭上上下下的法官、秘书，可都有性命之忧啊！真是笑话，这可是在我裴某人的地盘上，你怕徐伯钧怕成这个样子，亏你头上还顶着个大法官的头衔。督军呐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吗？你若不敢重审，我老裴现在倒是就可以为难你。你们审判厅全体同仁的老婆孩子，可全在我裴某人的眼皮子底下生活。刘大法官，是不是我老裴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？你们只怕徐伯钧，倒不怕我裴勋啊？督军啊，我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呢！那就乖乖的重审此案，我保你们一家老小平安无虞。好，一切听督军的，开庭重审，开庭重审。马上就给徐伯钧发传票，叫他上北京配合审讯。怎么事情办得顺利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事情是顺利。我本来想借他的权力扳倒徐伯钧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这些法官会对他下跪。我更没想到，这国之公器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是啊，这个裴勋未必比徐伯钧好到哪儿去，一丘之貉罢了。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情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好吗？对，打赢这场仗再说。走吧。喂，帮我接越城督军府。你又来干嘛？你不是怀疑我另有所谋吗？这是我的异业证明。我这次来就没打算回去。如果只是为了跟我哥打官司，我犯得着搭上自己的学业吗？其实这些都是借口，对吗？我能感觉到，你也是喜欢我的。你还是和谭司令回上海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你讨厌我。你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你厌烦的人。你犹豫了，说明你并不讨厌我。你别胡闹了，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幸福。你不懂，这督军府就是个笼子，我在这里尚且有吃难展，你留下来，无非就是陪我坐牢罢了。
谁说你有吃难斩刀？如果你不是督军府的少帅，你怎么可能救下那些学生？那是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我知道啊，你父亲抓了那些学生。自从遇见你之后，我就到处打探你的消息，所以北京的报纸我都看过了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既然已经知道，就应该明白，那个救学生于危难的人是我，那个被副帅欺骗，让学生自投罗网的蠢蛋也是我。现在这样，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吗？你不是蠢货，这件事换了谁都没有你做得好。如果不是你阻止了学生和军警的冲突，如果不是你救下那些学生，那游行当日死亡的学生就不计其数了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你就是英雄。所以，你的做法无可指责。你觉得我这样的人是英雄？嗯，你是裴督军的儿子，你明明可以借着父亲的势力加官进爵，或者像苏少帅那样整天逍遥度日，但你却选了最难的一条路。你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那些学生，只因为你觉得他们是对的，即使他们与你毫无关系。你告诉我，如果你这样的都不算英雄，那什么样的才算英雄？但是英雄也不是完人，肯定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那如果英雄只能是那些什么都不怕、什么都能做的人来当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英雄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当成英雄。那现在，我可以留下来，和我的英雄在一起吗？你应该去过更自由的生活，而不是跟我一样困在这牢笼里。那你呢？我是裴家的儿子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督军，我们在高等审判庭安插的眼线传来的消息，说穆婉清在诉状中写明了，他们不仅有人证，还有物证。裴勋亲自带着谭玄林跟穆婉清去找了刘大法官，刘大法官只能答应。果然不出所料啊，闵大成他没有死，谭玄林把他藏在了使馆里，是怕裴勋吃毒食，所以留了个后手。是属下无能，没能让闵大成闭嘴。不过这个使馆戒备确实太森严了，我几次派人进去，都没能打探出一点消息来。哎，这事儿不赖你。即便是打探到了消息，我们也伤不了闵大成的分毫。只是这证据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闵大成早就有异心，留了我们的把柄？当年穆家少爷的事儿，我们与闵大成只是口头交易，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，他能有什么物证？事到如今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真没想到，姓谭这小子竟然能鼓动裴勋重审旧案，也不知他许了裴勋什么条件。哼，这个我不奇怪，裴勋早就有取代我之心，这么好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。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谭玄林一个马匪崽子怎么会和洋人有关系？是啊，能在大使馆里藏人，这层关系绝对不浅。日本公使渡边先生现在正在北京，他是我的老朋友，你托他打探一下，谭玄林到底和使馆是什么关系？是。哦，对了，督军，
这传票怎么办？你现在就给高等审判庭发电报，就说我陈科南起，身体不适不便出去，由你代为出庭。我？许伯钧，果然是用称病来糊弄我们。看来这个老小子是怕了，他知道自己绝无胜算，怕有来无回，所以才派一个副官来带他出庭。督军，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如果徐伯钧对审判不抱希望，他完全可以对这个传票置之不理啊，何必派自己的心腹徐远代为出庭呢？我怀疑徐远此次前来是另有目的。那依你的意思，他会作何打算啊？这个我目前不敢妄下判断，但是徐伯钧绝对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，督军。所以我建议尽早开庭，以免夜长梦多呀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徐伯钧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慢点。没事。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不过徐伯钧肯定是心知肚明，这次翻案肯定是我和裴勋一起想联手搞垮他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肯定是输定了。如果他以生病为由，拖延开庭的时间，那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陷自己于被动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，我早就做好了徐伯钧拒不出庭的准备。这徐家的眼线一路跟着我们。我带裴勋去大使馆找闵大成的时候，我还故意给他们留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，这徐伯钧会先设法杀掉闵大成，只要他在使馆区动手，我就能立马抓他个现行。即便徐伯钧拒不出庭，我们也能立刻开庭审理他谋杀证人一案，顺便连带出10年前的旧案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他这么爽快的就派自己的亲信徐远出庭，没道理。除非他派徐远来，就是为了挽回局面。我是联络啊。哎呀，左参谋，好久不见啊！徐远兄一路辛苦了。我们裴督军在六国饭店安排好了房间，咱们先回去休息。嗨，辛苦左参谋了。我们徐督军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庭，还请裴督军莫怪。哎呀，徐老兄说的哪里话嘛！您老兄可是徐督军身边的贴身侍卫啊！啊，由您带他出庭，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我们督军清者自清，况且还有裴督军在，我相信高等审判庭一定会秉公断案。哎呀，那是自然。老兄先安心休息，等出了开庭时间，我通知你。
走，请，请。开车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上去，立正，上去。谭司令，看看我这裴家军和你谭家军比如何呀？督军世代将门，裴家军的军容风纪，岂是我们这种杂牌军能比得了的？谭司令说笑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杂牌军了，坐拥10里洋场，马上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，你可比我阔气多了啊！督军您说笑了，我这区区2000人，怎么能跟您这10万大军比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可是不知道我的难处。10万大军，人吃马喂，一年要耗费多少银两啊？徐伯军镇守在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，苏景山呢，又坐拥晋西北的大片的煤矿，我跟他们比不了。再加上这几年水旱蝗灾连着来，农民欠收，军饷告急。那是您太仁慈了，不像某些督军镇守使，把几10年的税收提前收完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如果我也能像徐伯军那样，坐拥富得流油的越城，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土豪劣绅的油水全都给榨光了。可是不行啊，老百姓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来。如果真的把老百姓逼急了，那我的军饷更就没有着落了。是啊，督军，这徐伯军的案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我知道你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但是这事儿还真急不得，毕竟案子太大了。我们必须给高等审判厅留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做准备，免得到时候舆论会骂我们，说我们是预谋好的，要给徐伯军下罪名啊！左参谋在书房等你，说是有要紧事。谭司令，我有急事，先失陪了，你请自便。好。徐远到了，左参谋去接的站，还亲自把他们送到了6国饭店。这个左参谋，原来是裴勋的副官，应该是和徐远老相识了。我觉得马上就要对簿公堂了，怎么裴勋对徐远还这么客气？哼，看来只要1天不开庭，就会有变数。变数？裴勋就是个变数。谭四，你派人盯紧徐远，有任何情况立马汇报。是。徐伯军的那个副官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他说徐伯军最近身体不佳，对上海的事务有些鞭长莫及。这个谭玄林又是一个爱闹事儿的人，自从他上位以后，令徐伯军十分头疼。这次翻出10年前的旧案，就是为了诬陷徐家。督军，此番您若是能站在徐家这一边，治谭玄林一个诬陷长官之罪，那么徐伯军说了，就由您来指定上海司令官的人选。区的一个上海司令，啊，就这么轻易的把老子给打发了？那您看要不要咱们跟他再谈谈条件？扳倒徐伯军和扳倒谭玄龄，哪个对我们更有利？自然是扳倒徐伯军呐。不，更有利的是，既扳倒了徐伯军，又能从谭玄龄那儿要到好处。您的意思是让这个谭玄林出血？下午我已经暗示过他了。如果这小子聪明的话，就应该明白，
催我开庭，必须表现出他的诚意。那徐副官那边，你先答应着，如果徐伯钧催我们向谭玄龄动手，你就告诉他，我要挑到合适的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他们不要催。属下明白。去，把裴勇给我找来。是。少帅，这是你要的书。我知道我今天来晚了，但是今天啊，白天实在是不得空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你的人影？哎呀，别提了。这徐督军啊，出庭的代表来了，左参谋呢又要接寨，又要把人给安排好，而且呢还要里里外外给督军传话，实在是走不开。所以啊，就让我给顶了个差。徐伯钧的人不是等着来开庭的吗？副帅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？嗨，也没什么话，就是出庭前的一些小话罢了。嗯，行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得嘞。哎，对了，你让谭小姐来下我这里，有几本书是她要的。明白。你是说，左参谋从裴勋的书房里出来，然后去了六国饭店？是，而且聊了很久才出来。徐远呢？我已经派人在六国饭店盯着，一有动静立刻报告。怪不得下午在教场，裴勋一直在跟我哭穷。但是我一提到什么时候开庭，他脸色立马就变了。原来是两头通吃啊！那我们怎么办？这儿可是裴勋的地盘，他要是耍诈，我们可是一点辙都没有。简单，逼他一下，骑虎难下。嫂子，你能想象自己在家就跟坐牢一样的感觉吗？又嫌你哥管你太多啊？我没说我哥，我就是在想，这个裴少君，他自己在督军府，就跟坐牢一样，心疼啦。谭小姐，穆小姐，我叫少帅呢，想请你过去一趟。裴少君找我。少帅有些书呢，想给你看看。告诉他，让他等着。行，那我先走，你抓紧。嫂子，这主要是我也没说要找他看书啊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个裴少君，他是不是就在找借口？其实他就是想见我而已。但是我觉得这倒不像是裴公子会做的事情啊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去也不好。真的啊？你真是我亲嫂子。你呀。裴公子，我们过来拿书，可以进来了吗？进来。裴公子，裴公子，裴公子莫怪，只是实在太晚了，你让桑玉一个姑娘家自己过来，实在不方便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穆小姐说得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裴公子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要是想我，你就直说呗，找什么借口啊？谭小姐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有件事儿，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
这么晚了，你们干嘛去啊？谭四，你在这守着。当了上海王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老婆管着。怎么了？我刚从裴少帅那儿过来，他说裴勋和徐远私下在接触。这么晚了，你去裴少军那儿干嘛？你能不能拎得清啊？这个时候还瞎吃飞醋，万一裴勋把你卖了呢？因为这个呀，裴少军被关禁闭，连他都知道。你男人能不知道？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万一他们私下勾结，转过来对付你呢？来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徐伯钧不管给裴军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，都不如他自己倒台，对裴家更有利。裴勋之所以跟他暗中接触，不过是为了给我施加压力，逼我让出更大的利益出来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你想啊，裴少军现在连门都出不去，如果裴勋不想让他知道，他哪来的消息？还有，徐伯钧和裴勋一起去参加穆家的舞会，不就是为了筹军饷吗？也是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准备去找廖先生，通过使馆的关系，在国外的报纸上刊登徐伯钧旧案重审，把消息放出去，造成舆论压力，逼裴勋开庭。不行，你这么和他硬碰硬，万一把他逼急了，他就算扳倒了徐伯钧，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。既然他要的是军饷，那咱们就给他军饷。他就算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。婉清，这不是小数目。不怕，我付得起。你付？哎，你忘了你在百乐门说过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，我来养你啊。你这样，我就真成吃软饭的了。再说，穆伯父能同意吗？现在的穆家我说了算，而且这一次官司，我们肯定会和徐伯钧彻底撕破脸。如果能用钱买来裴勋对穆家的支持，倒也不亏啊。行，那我明天去探探裴勋的口风。不用你去，我去就好。你去？以裴督军大男人的性子，要是你去啊，他肯定锱铢必较。但是我就不一样，我一个姑娘家，他和一个小姑娘斤斤计较，面子上也过不去啊。而且看他对你妹妹的态度，他对待女孩子容易心软。不行，锱铢必较就是锱铢必较，我不同意。怎么就只许你和阔太太打牌跳舞，走走夫人路线，就不允许我搞搞夫人外交啊？我开玩笑的，我不想你去。你现在还不是我穆家的女婿，要是你去，岂不是慷他人之慨？而且我穆婉清现在是穆家的当家人，我总不能像个小媳妇一样，一遇到事就躲到男人身后，那也显得我太没能耐了。但好啦，我肯定会有分寸的。开门吧。徐远去了悦城会馆。是，而且他还换了便装，戴了顶帽子，一路上十分的警觉。我们的人跟得很远，才没有被发现。他跟左参谋谈完话，还去了哪儿？我们的人一直盯着，左参谋走了以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出过门，直到天黑了，才去了悦城会馆。他不去给徐伯钧发电报，去悦城会馆做什么？徐伯钧来北京了。
你来的时候没人看到你吧？督军放心，我进来的时候兜了几个圈子，确定没人跟着，我才进来的。啊。裴勋那边怎么说？左参谋递来的话说，裴督军对我们的条件很感兴趣，会考虑与我们合作。那他什么时候对谭先林动手啊？他们说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我们不用着急。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。裴勋这个老狐狸啊，肯定是在拖延时间，要看看哪边开的价码高。督军早就已经料到了。我不过是探探裴勋的虚实。他要是真心答应我，肯定是狮子大开口。一个上海司令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，这次这么痛快的答应，他是想拿我们对谭玄林施压，想从姓谭的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我给客人送壶热水。水壶留下，你离开。哎，行。督军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谭玄林满足不了裴勋的胃口，以裴勋的性格，断不会开庭。我们还有拉拢他的机会。如果谭玄林和裴勋谈妥了，那我们就要务必干掉闵大成。没有了人证，他就做不成铁案，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是，这使馆戒备森严。之前我们派人打探闵大成的消息，也是一无所获。想要干掉闵大成，怕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渡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还有啊，谭玄林到底和使馆是什么关系啊？渡边先生那边说，苏俄公使跟谭玄林并不认识，他们只是最近来了个朋友，好像是从广州来的。广州来的？莫非是革命党？倘若真是如此，那谭玄林他就不是人脉广了，那他就是通敌了。不应该吧？这谭玄林跟革命党并没有打过交道，这哪里来的交情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光耀在上海司令部庆功宴的时候，差点被革命党刺杀。当时我命令谭玄林全程缉拿革命党。莫非是当时他对革命党网开一面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这谭玄林算是通敌了。不管目前谭玄林是不是通敌，当务之急是要除掉闵大成。在使馆区不好下手，那就在开庭前，去审判庭的路上干掉他。属下明白，我去安排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是督军府的特供烟，徐光耀抽的就是这种。果然，徐伯钧来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司令，那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他跑不了。这几年边境贸易中断，我们穆家商会的北京分号就一直歇业，只留了几个老伙计看场子。但现在不是开放起来了吗？我就想把这商号再重新开起来。而且听说最近黑河口岸几个贸易量都巨大，利润又高，我就想着，反正南方的战事频繁，
倒不如把生意做到北方来太平。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幕府在北京有这么大的产业。穆小姐，你说有事要与裴某人商量，是不是就是想在北京开分号啊？我穆家在南方还算有名气，但是到了北方和苏联做跨境贸易，这洋人恐怕不认我们。但是督军就不一样了，您的威名他们自然是知道的，所以我就斗胆请督军做我北京分号的股东。你这个小姑娘，这是要扯大旗做虎皮呀！啊，你倒是跟我讲一讲，我裴某人凭什么给你撑场面？这您1分钱不用出，活我全干。这北京分号的利润，我只拿走20%做人力成本，剩下的呀都归督军您。可这你倒是图什么呀？我只图督军能帮我哥哥陈渊昭选，还我穆家一个公道。明白。不过，你又何必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要是我穆家直接出钱，别人肯定以为我是贿赂您，那我穆家一介生意人受人诟病倒没什么。要是督军的名声被破坏了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但如果督军能入股商会，那拿红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那别人啊也不好嚼舌根。穆小姐，你倒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啊。哎呀，谭司令身边的女人果然是一个赛一个的机灵啊。那我就当督军答应了。别忙，穆小姐，我看你们在北京商号也没几个伙计，人力成本我给你留1%如何呀？没问题，全凭督军安排。穆小姐，冰雪聪明，又仁义厚道。好，那我裴某人就却之不恭了。能和督军合作，是我穆家的荣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司令？事情办妥了？廖先生跟几家外国的报社关系还不错，他答应帮我们刊登旧案重审的消息。所以在这压力之下，他不可能一拖再拖。但是穆小姐不是已经去找裴勋谈条件了吗？咱们还用逼他就范？像这样的老狐狸，我们必须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回来了，来坐。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累死我了。哎，汤，谈妥了吗？谈妥了。那谈妥了，怎么一脸不高兴啊？见过贪的，也没见过裴勋这么贪的，1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8%还嫌少。果然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，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呢？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，也只能认栽啦。真好。二哥，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四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哦，你的公公真的够贪的。你的裴公子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裴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没说，他只说一定会给我们穆家一个公道。公道，半真半假吧。但是
商号分红可是源源不断的好处。我估计，裴勋不会再与徐伯钧勾结，胜算会在我们这边。胜算是有，就是太贵。嫂子，你别嫌贵。你想啊，这我要是跟裴公子在一起了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还真把裴家当婆家了？二哥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不过是帮裴家多说2句话，你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是嫂子还没跟你成亲呢，就给你花这么多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也胳膊肘往外拐了？皮痒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痒了？啊！走了，拜拜。你别走，别走！臭丫头！你说谁胳膊肘往外拐？谁啊？夫人，来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夫人最辛苦了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汤。好嘞。谢谢。裴勋这个老东西，他是要彻底跟我翻脸呐！拿洋人的报纸恶心我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谭玄林站在一起。就算他跟谭玄林站在一起，我们也不用担心。在开庭之前，我有把握干掉米大成。传令下去，让长江以北的军队往函谷关集结，并责令光耀马上押运军需辎重前往支援。督军。可是这革命军现在正在长江南岸跟我们对峙。哎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如果裴勋这个老东西敢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定我的罪，那势必要置我徐家于死地。我徐伯钧可不会坐以待毙，想要取我的命，看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怎么回事？徐副官说了，报纸不要拿到少帅这里，快拿走啊！报告少帅，督军电报。什么事？督军让你押送辎重去函谷关。可是我们的军队在长江边跟革命军对峙，这个时候去函谷关干嘛？督军电报上没有明说，但他要你5日内抵达，否则军法论处。你最近来找我的次数也太勤了吧？是不是因为徐少帅、裴少帅都不在，实在闲得慌？你要是愿意陪我吃饭呀，我倒是宁愿他们都不在。我看是他俩都办正事去了，没空带你玩吧？我的正事儿就是陪你。来，过来。我要2份。好，给您。谢谢。谢谢。原来小叔叔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这个谭玄林就是个小人，亏得光耀抓了他那么多把柄都放过了他，他竟然这样恩将仇报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没看报纸上写着找到了新的人证物证，当然要重新审讯啊。小叔叔帮穆家讨回公道，这有什么错？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证物证不是伪造的？我小叔叔不是这样的人。哼，你帮他辩护的倒是起劲儿。他去北京带你了吗？还不是和穆婉清打得火热？那你替徐光耀不平，你自己不还是被蒙在鼓里？他俩不是你的好兄弟吗？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他们通知过你吗？
不吃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位置都定好了。气饱了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你，哎，督军，谭司令，请。裴督军，这么晚了找我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谭司令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督军说笑了，这明明是徐伯钧啊，怎么能是我干的呢？我还不知道这是徐伯钧吗？啊，你小子别在我面前装傻充愣了。这个案子，我很早以前就跟审判厅长打过招呼，一致口径，暂时不对外公布。可是为什么突然洋人的报纸上出现了消息？谭宣灵，你跟使馆的关系很熟，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还能是谁干的？督军，那我就不瞒您了。这消息啊，确实是我放出去的。我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所以我才斗胆帮您下决断。谭宣林，你不要以为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，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。晚辈不敢。你不敢？事情都做了，你还想在老子面前演戏是不是？晚辈说过了，我真的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我是为您着想啊。狗屁！你知不知道，徐伯钧驻扎在长江边上的几支部队已经开拔北上了，老子真跟徐伯钧打了起来。别说商号的那点银子，就连整个穆家填进来都填不饱。你小子口口声声的说为老子着想，你当老子是3岁的小孩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老婆、妹妹，3条小命全攥在老子的手里。你胆敢再给我玩花招，小心我让你们全都有来无回。督军，我当然相信督军的能力，一定会让我们有来无回的。我斗胆问您一句，您想不想让徐伯钧也有来无回啊？怎么讲？徐伯钧已经在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他现在人在北京，千真万确。他派副官与您虚与委蛇，自己却在背后暗中筹谋。督军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开庭，定徐伯钧有罪，立马就能把他抓进监狱。到时候，是病死狱中，还是畏罪自杀，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吗？但是，再拖下去，等徐伯钧离开北京，全身而退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明日开庭，连夜通知。可见裴勋这个老东西是临时起意。是啊，高等审判庭连夜通知我们的，说明天上午10点开庭。督军，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？裴勋既然把消息都登报了，开庭是迟早的事，没必要这么匆忙。兴许是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。哼哼。闵大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督军放心，明天就是他的死期。确认，人在车上。卖花嘞，卖花，来看看吧。你说怎么看出来啊？怎么开车的？哎，撞了就
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厅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穆婉清诉被告徐伯钧民国5年穆远航遇害一案，鄙人担任主审法官，现在宣布开庭。首先由书记官宣读法庭纪律。根据中华民国约法，为维护法庭秩序，请所有到庭人员遵守以下法律。当年的尸检结果说我兄长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1点钟，但是根据我兄长手表静止的时间，判定码头轰炸的时间在下午3点钟，因此判定了徐伯钧无罪。但是这段影像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日本客轮山东丸号进港的时候，码头已经遭到轰炸，而这艘客轮每天进港的时间是固定的，正是下午1点钟。由此看来，徐伯钧轰炸码头的时间和我哥哥死亡的时间是一致的，那么我哥哥的死亡，徐伯钧有重大嫌疑。被告，对原告提出的证据，你可有异议？哈，原告的记性实在是不太好。当年判定徐督军无罪的最关键的因素，并不是轰炸码头的时间，而是穆远航身上的弹孔。如果说是徐督军下令轰炸码头，才导致穆远航身亡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他身上的弹孔又是怎么来的？哈哈，别忘了，当时码头可是由罗督军控制着，我们徐督军的人根本进不去。原告对被告提出的疑义，你可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我们有人证。带人证。肃静！我犯了死罪。本来昨天就该执行枪决了，多活了1天，还能挣一笔抚恤金给老婆孩子，我没有遗憾。本证人闵大成在此当庭作证，证明10多年前的绑架杀害穆远航之案，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徐伯钧他们一伙人，而穆远航并非死于绑架撕票，而是因为徐伯钧指使他们的手下开炮轰击仓库，造成了穆远航的死亡。此事我是亲身见证的。
所以今天，我愿意站在这个法庭之上，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，以证明徐伯钧及其手下的罪行，也请求法官可以做出公正的裁决。开庭2个小时了吧？是的，督军。没有人证，不应该审问这么长时间呐。现在我宣布，徐伯钧杀人罪、伪证罪成立。挨个检查每个房间，把所有的客人集中到客厅里来，一个一个的查。是。你们2个过去，其他人快！哎呀呀，几位长官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会馆一向是守法经营的呀。奉高等审判庭之命，越城督军徐伯钧滥杀平民、伪造证据，罪名成立，即刻予以逮捕。哎，长官，我们会馆是光绪年间几个越城商贩凑钱建的，和徐督军不相干呢。放心，没说和你有关系，我们只是得到消息，越城督军徐伯钧前几日便已来京。就吓他在你们越城会馆。这长官，怕是搞错了吧？徐督军若是来京，肯定入住6国饭店，不怎么可能入住我们这儿啊？况且我们这也没有徐督军的入住记录啊。这徐伯钧此次来京一定是经过乔装打扮的，肯定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啊。大家不必惊慌，好好配合我们检查，我们只抓人犯，绝不伤及无辜。裴督军，渡边先生，裴督军，我接到了我们日本侨民的求助，说这里出了事，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我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渡边先生，这里发生的事情和日本侨民没关系，我们正在搜查一名人犯。那就好。不过，保护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，是我们大使馆的职责。我现在想把他们带走，以免让他们受到惊吓。当然可以，不过，那还得在我们全部检查完之后。不必了吧？除非你们要找的人是我们的日本公民。不过，即便是我们日本的公民犯了事，他们也享受领事裁判权，应该交给我们领事馆来处理。领事先生，如果你想保护本国的侨民，无可厚非。
只不过如果不一一排查的话，到时候浑水摸鱼，变成了日本公民了。这个不用你们担心，领事馆会逐一检查他们的护照。你们没有权利搜查我们的日本国民。違法な方、みんなこっちに集まって。ちゃんとパスポートを出してください。这位长官，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，你们无权插手。这里是悦城会馆，是悦城客商在北京的落脚之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侨民？怕是有人想欲盖弥彰吧？裴督军，这个人很像徐伯钧啊。哦，渡边先生，这位戴眼镜的先生和我们搜查的人犯很像，可以检查一下他的护照吗？裴督军，护照我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请问这位坂本先生，你在北京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很多日本侨民不懂中文，你说的话他听不懂。日本の方、みんな外に出てください。坂本和彦，这位坂本先生不像听不懂中文的，而且你的日语名字也不是这么念的。别装听不懂中文了，出来我们聊聊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，你们无权插手。这里是中国，你们侨民中混进了要犯，我有权利干涉。你试试看。不错，这里是中国，所以我们日本公民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外交豁免权，你们无权搜查我们的国民。而我就是现在打死你，你们也无权审判我。佐参谋，把枪放下。裴督军，你看，我敢拿枪顶着你，你们的兵却不敢拿枪顶着我，觉得不公平吧？我也觉得不公平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这是你们政府允许的。你们中国人，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，却偏偏要低人一等啊！皆さん、外の車に乗ってください。早く！
裴督军，我的事情办完了，你可以开始你的搜查了，徐培。督军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不然让我怎么办呢？啊？难道让我裴某人跟日本人动粗不成吗？他们现在肯定要去天津的日租界，我们现在可以在路上设卡拦截呀。如果真让徐伯钧进了租界，可什么都晚了。谭司令，这是老子的地盘。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的啊！督军，晚辈没有僭越之意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徐伯钧已经开始调兵了。如果真让他这么走了，此事恐怕很难和平解决啊！放心吧，老子全都料到了。我已经将我的重兵由南侧调入了长江沿岸，对徐家军形成了合围之势。他敢动手，老子就干他！督军放心，打徐家军我们从来都不怕，更何况长江以北是咱们地盘，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是啊，徐伯钧的丑事一旦曝光，舆论滔滔就能淹死他。他若敢挑衅，我们就更加师出有名了。老子知道你们几个小子打仗上瘾啊！除非他徐伯钧乖乖的交权下野，否则的话，函谷关一带必是他徐家军覆灭之地。谨遵督军教诲。走，走。玄林，怎么样了？抓到徐伯钧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让他跑了。没关系，你已经让大家知道了真相，哥哥也沉冤昭雪了。可是我还是没能给你一个真正的公道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廖先生，闵大成去按手印了，等判决书下来，你就可以带他回上海。多谢廖先生，多谢您帮忙。举手之劳。听说徐伯钧跑了。日本领事馆以保护侨民为由，把人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带走了。那个日本领事抬出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对我们施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徐伯钧上了日本领事馆的车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这也不怪你，就连裴勋都不敢跟日本人硬顶，是换成谁都是无能为力。那个日本领事还说了，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偏偏要低人一等，为什么呀，廖先生？裴勋带了那么多兵，在日本人面前连屁都不敢放。廖先生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让中国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我费尽心思做的这些事情，是对还是错？你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怎么会是错呢？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钧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一旦徐伯钧不肯下野，那裴徐两家必有一战。到时候又有多少士兵和百姓要枉死？是我搅动的这场战争，而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们。你说，我是对还是错？玄林，
让百姓受苦、士兵枉死的是裴勋跟徐伯钧，不是你。可是这个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裹在其中。倾巢之下焉有完卵？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请。徐督军，这里是日租界了。这个院子是我们领事馆自己的产业，很安全。请。好。您可以在这里安心的休息，我会尽快派人把徐远接回来。这次能够化险为夷，多亏了渡边先生的鼎力相助。徐某真是感激不尽呐！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了，虽然见面不多，不过沈夏会长告诉我，这些年督军为我们争取了不少的利益，所以我们之间不必客气。不过我这里有一件事情，想必督军很有兴趣想知道吧？渡边先生，有话请讲。犬子和裴勋的公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曾经是同学。前几日，犬子去了督军府，探望裴公子，却被拒之门外。据他的下人说，裴公子因为搅黄了裴家走私军火的生意，被关了禁闭。不过，我从其他的渠道打听到，其实搅黄裴家军火生意的，并不是裴公子，而是令郎徐光耀先生。光耀，看来令郎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督军呐。我就奇怪了，裴公子刚从上海回来就被关了禁闭，然后裴勋就对你开始发难，这会不会跟裴家的生意有关呢？另外，令郎是查到了什么，所以对督军你只字不提啊？这次能扳倒徐伯钧，你立了大功。但是你毕竟有命案在身，所以如果我把你押回上海，即使不判死刑，这终身监禁也免不了。如果你现在走，或许还能隐姓埋名的活一辈子。自己选吧。其实，现在的生活对我来讲，每天都是一种煎熬。如果不是为了扳倒徐伯钧，我可能不会选择活到今天。你放心吧，穆婉婷在香港的生活，我会好好照顾。你是我这辈子信的最后一个人，希望我没有信错人。谭司令，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帮会的老板，可说到底，我根本就是徐伯钧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能够说了算的。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我早就过厌了。其实，比起苟延残喘、隐姓埋名的活着，倒不如让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，而更是一种幸福。我以前也是一个军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选择以军人的方式来结束我的性命。
你不会信错人的。